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今天要讲解的是一个可以克隆语音的软件。这个软件同样可以本地安装和网上应用。如何去使用 OpenVoice 的网上版呢？大家可以在浏览器输入它的官方地址。这个就是它的网上使用界面。先给大家看一下，当你在电脑本地成功安装后，界面跟网上版是一样的。我先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操作的。先点击 Reference Audio 右上角的 X， 就可以重新上传新的参考语音，然后把新的参考语音拖动上去就行了。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参考语音是怎样的语速和语调。 Firstly, exams bring us really high pressure and stress for a young child and a teenager. Parents always want us to get excellent grades in all subjects, which may lie hard for us. And some of the students... 接下来第二步，就可以在 Text Prompt 的下面输入你要朗读的新文本。例如我输入这行文本，再点击 Agree， 再点击这个 Send 按钮，就可以启动克隆转换。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频道。我们今天讲的是不需要训练模型的情况下，能克隆人声语音的软件 OpenVoice VR， 它可以在克隆语音后朗读随意的文本。这个地方 Synthesis Audio 得到的就是克隆后的新的语音文件。整个过程无需训练，根据你电脑的性能，最快在10秒内就生成新语音，操作就是这样简单。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进行本地安装。首先你要安装这个 CUDA， 虽然 CUDA 的版本可能达到 12.4 或更高，但是我建议你先安装一下 CUDA 11.8， 在浏览器上面输入 CUDA 11.8， 选择 CUDA Toolkit 11.8 Downloads， 然后选择 Windows x8664， 可以下载这个 exe local。下一步就是安装 Python 3.10.6， 往下拉，找到这个 Windows 64-bit 版本，下载就可以了。安装时记得添加到环境变量 @path。目前根据官方显示 ，OpenVoice 最好配合的 Python 版本是大于 3.7， 小于 3.11， 可以把 Python 安装默认路径。我使用这个地址，要安装 OpenVoice VR 到本地，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主程序代码，然后打开 CMD， 输入 CD， 切换到自定义路径，回到它的官网，选择 Code Copy 手复制代码地址，然后在 CMD 粘贴一下，进行安装。成功后，在自定义目录下会出现 OpenVoice 的根目录，再输入 CD， 切换到 OpenVoice 的根目下，输入 Python exe mvenv， 创建虚拟环境，在虚拟环境下启动 Python 3.10.6。如果你有多个 Python 版本，没写入 Python 3.10.6 的地址，它就会使用其他版本，所以要输入地址，
确保虚拟环境使用的 Python 版本是 3.10.6。输入 call when scripts activate back 启动虚拟环境。再输入 pip install our requirements txt。这个时候 OpenVoice 的 V1 版本就成功安装完了。那如何升级到 V2 版本呢？我们可以在浏览器输入这个地址，往下拉，找到 V2 升级相关内容，就是这里，把它复制一下，然后在 cmd 输入这条命令，进行安装。再输入第二条命令 Python munedic download， 再进行下载。接下来回到这个页面，下载语音相关的模型。那么在 V1 的右下角有个蓝色的 Here 的地方，点击它一下，这个是 V1 的语音模型。在 V2 的右下角也有个 Here， 点击它一下，这个是 V2 的模型。下载完后，你就会得到这两个文件，然后把它放到 OpenVoice 的根目录下。然后右键进行解压缩，解压完以后得到这两个文件夹，我们要把它里面的目录剪切到根目录下。得到 OpenVoice Checkpoints 和 OpenVoice Checkpoints VR， 其他两个空目录，把它删掉。我们打开看一下，回到 CMD。输入 pip install notebook， 继续进行安装。再输入 Jupyter Notebook， 目前你所安装的可能还是 CPU 驱动版本，那如何才知道是不是 GPU 版本呢？是不是显卡驱动的版本？这时候你可以按下键盘的 Ctrl+C， 可以返回到虚拟环境的根目录，输入 pip list， 找到 Torch 和 Torch Audio。可以看到它当前的版本，比如是 2.3.0。如果它后面有加 CU 标志，就表明它是 GPU 版本。但是目前为止它后面没有任何标识，所以呢，它目前还是 CPU 版本。作为 CPU 版本的话，显卡是无法连接 OpenVoice 的，那就需要把 Torch 和 Torch Audio 卸载掉，再重新安装。输入这行命令，进行卸载。
个时候你可以打开 phtorch.org 官网，往下拉，看到这个 Compute Platform 这个选项，有一个 Q 的 11.8 和 Q 的 12.1， 根据你自己的版本选择。目前我们这里需要的是选择 Q 的 11.8， 再复制一下 Run this command 右边的命令，回到 CMD， 输入这行命令。大家要注意 ，Windows 环境命令不带有3的，这个 pip 3要把这个3要删除掉，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把光标重新移动到这个命令的后端，再进行安装。你这个时候还可以输入 pip list， 再检查一下。可以看到这个 torch 已经带有加 CU118 标志，是 GPU 版本。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回到 OpenVoice 的根目录，打开根目录下的 OpenVoice， 看到里面有个 OpenVoice App Pi，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copy 到上一层，把它放到 OpenVoice 的根目下，然后回到 CMD， 输入这行命令 Python OpenVoice App Pi， 当你看到 127.0.0.1 7860， 就表明你整个 OpenVoice VR 环境已经安装成功了。可以回到你的浏览器，重新打开一个选项卡，输入 127.0.0.1 7860， 就会看到你自己本地部署 OpenVoice VR 的情况。如何重新启动这个 OpenVoice VR 呢？ Ctrl+C 按2次退出一下，然后我先把它关闭一下。每次启动你需要先打开 CMD， 然后输入 CD 切换 OpenVoice 的根目录，输入 call vim-scripts activate back 启动虚拟环境，再输入 Python OpenVoice App Pi 进行启动。在浏览器输入 127.0.0.1 7860， 就可以重新启动 OpenVoice VR。那今天关于安装这个 OpenVoice VR， 来克隆我们的声音，完成语音对语音的转换。那先解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讲解的，可以点赞订阅这个频道。我也会带来更多电脑知识或更多的原创音乐跟短片给大家欣赏。谢谢大家。